我能听见江昭昭和系统对话的声音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求婚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仿佛停了一下。我听到了系统的声音，宿主即将成功攻略，使用全部积分即可让江淮和沈毅的体质彻底转换。祝贺宿主！我一愣，本想要拉他的手，却又收了回去。江昭昭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声音中还夹杂着一丝丝惊喜。阿义的病终于有救了。江昭昭的眼神里透露出一丝怜悯，正直地注视着我。当我照顾江淮直到他去世，我和阿义也能放心在一起了。我注视着盒子里闪烁的解对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微笑着朝他。如果系统和江昭昭消失了，我是不是就能过上我原本的人生了呢？在大家的惊呼和祝福声中，江昭昭从包里拿出了戒指，她凝视着我的眼睛，那眼神依旧深情，仿佛这7年来从未改变过。当我打开红色戒指盒的时候，那颗闪闪发亮的钻石立即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江昭昭与我相伴7载，她确实了解我的喜好，无论是款式、大小，甚至戒指盒的形状都完美契合我的品味。我微笑着，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多年辛苦的满足。转眼间，脑海中响起一阵冰冷的机械声，宣布宿主即将取得胜利。江淮的好感度已经高达 99%， 只需用全部积分即可实现沈毅和江淮体质的完全转换。那冰冷的声音没有一丝感情，就像是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下来，让我瞬间清醒了许多。我想要拥抱眼前的爱人，但手位却不知不觉地往后缩了几步，头脑有些迷糊，但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是江昭昭的声音。阿义的病终于得到了解救。我注视着江昭昭，感觉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紧紧握住，有些窒息。甜蜜的激动和兴奋顿时变得冷冷清清，他眼中透露出一丝怜悯，但心声和声音却同样清晰。你曾说过要娶我，这次我先开口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江淮，等我照顾你到去世，我跟阿义也就能安心在一起了。虽然是同样的声音，却像是不同的人在说。我不经意地扫视着人群，记得沈毅是他曾在国外多年的前男友，就在几天前，他回到了国内。沈毅身着白色羽绒服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破碎，似乎下一刻就会泪流满面。他手腕上那闪闪发光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，那是一只镶嵌着钻石的手表。那块手表我记得很清楚，曾经和江昭昭逛商场时看到过。我很喜欢它，他曾开心地说会送给我当礼物，现在却在别人的手腕上。我转过头去，看到江昭昭依然在等着我的答复。我缓缓握紧拳头，盒子里的钻石看起来如此廉价。我微笑着，正准备继续发言，一旁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有人昏倒了，我甚至来不及反应。江昭昭原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我，却突然冲进人群。她神情昏迷，脸色紧张地冲进了车里，手中的戒指被挤到地上，我蹲下捡起，戴回到手指上。我目送着江昭昭远去的身影，脑海中传来系统提示音，显示宿主尚未完成攻略，目前好感度仍为 99%， 无法进行完全转换，请宿主继续努力。走出大厅，人群熙攘，窗外飘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。我伸手接住一片雪花，心中涌起我们曾许下的承诺，每当第一场雪降临，我都会给你带来新的惊喜。雪花在掌心融化成水，泪水也不受控制的流淌。当雪花落在地面上，我随手摘下戒指，投进垃圾桶。伴随着飘落的雪花，我缓步回家。脑海中纷乱的思绪，我拿起手机，却发现没有任何消息。然而编辑陈诚却恰好发来了一条信息：大作家，你今天过得开心吗？我是一名网络文学创作者，也许是文字的魅力，也可能是内心深处对创作的热爱。我对我的工作充满热情，从最初的兼职到后来的全职，我创作了许多备受瞩目的作品，不论大小。陈诚一直陪伴着我，我也会向他倾诉一些现实生活的事情，比如今天江昭昭约我出去，准备向我求婚。江昭昭所谓的惊喜实在掩藏的不太好，一些明显的细节我都已经觉察到了。当看到他今天约我出去的消息时，我很快就猜到了他的意图。我曾以为是因为我心太细，太注重细节才会察觉到这些，现在想来，或许他只是懒得伪装，或是想用这些显而易见的细节让我上当，让我对他彻底死心塌地。我既然上了当，坐在电脑前看着聊天界面，心里不停回想着江昭昭的话，我终于相信阿义的病可以治好了。这次求婚，我一个人欢喜，江昭昭或许从未真正想起我，想起的只是今天的求婚者，想起我们共度的7年时光。那些言语就像一把钝刀，慢慢的割去了我所有的快乐和对未来的期望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陈诚才回复了一句，问我是否和我的女朋友闹矛盾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或许有人会倾听我的倾诉，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问道：陈诚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宿命吗？难道我的大作家已经被灵感冲昏了头脑，或者是创作小说的次数太多了？为什么会问出这种毫无逻辑的问题呢？我没有回复，将手机丢到一旁，身体扑向床铺，被柔软的床铺包裹着，让我有些昏昏欲睡。哦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会有系统存在？怎么会有人会为了所谓的体质交换而费尽心思7年，甚至更长时间？我怎么可能听不见呢？我的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：江淮，你只是太累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我和江昭昭是在大学初次相遇的。当我怀着考入理想学府的喜悦步入校园时，她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中。我和江昭昭的相遇并不那么特别，她是一名新生志愿者，也在我们学校的迎新会上代表高年级发表演讲。一开始我对她并没有太多想法，尽管她在帮我搬完行李后加了我的微信，但直到开学1个月，我们都没有交谈过。由于学业繁忙，我渐渐淡忘了她的存在。直到社团聚会上再次相见，江昭昭虽非本社团成员，却是我们团长的好友兼知己。在那次聚会上，我看到了她与平时不同的一面，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有些喝醉了，她似乎在我面前展现出了另一面，开朗、阳光、热爱生活，同时也喜欢旅游和小动物，几乎与我心中所梦想的类型完全一致。自从那天以后，我和她的交谈变得更加频繁，我甚至发现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。毫无疑问，我和江昭昭成为了一对。大学毕业后的那几年，找不到工作时，我屡次感到崩溃，生活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。
然而，每当我疲惫地回到家时，他总会以最佳状态示人。江昭昭理解我的压力，包容我，认真倾听我的烦恼。我对他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，直到我写出的一本小说开始突然爆火。我有了辞职的想法，他鼓励我，认为既然是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要去干，不然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我深爱着江昭昭，他展现给我的每一面我都珍视。但现在我发现，他所展现的一切似乎都经过精心设计。他是个善于包装自己的骗子，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当我醒来时，天色已全然黑沉，打开手机，眼前跃入的是江昭昭的数个未接来电以及大量微信消息。已是深夜3点，我删除了系统消息，起身寻找食物。外面传来识别成功的声音，我与他对视，记忆涌入脑海。江昭昭看着我，脸上毫无生气，头发有些凌乱。他关心的表情掩盖了他脸上的苍白。阿怀，你没睡好吗？他握住我的手，满是歉意。阿怀，对不起，沈一刚回国，朋友还不多，身体又不好。我没想到他会直接晕倒。下次我会给你一个更好的求婚，好吗？我悄悄地收回了我的手，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江昭昭。看到我不发一言，江昭昭似乎打算继续道歉，但这时手机却响起了铃声。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犹豫，但还是毅然按下了接听键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委屈的男生的声音：明明，你去了哪里？我一个人在医院，我现在好像又发作了。江昭昭的眉头微皱，眼中毫无掩饰地流露出紧张。阿姨，我马上过去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如果真的不舒服就喊一声。你能不要挂电话吗？昭昭，我想听听你的声音。昭昭瞥了我一眼，然后回答道：好。他急忙从沙发上拿起外套，然后从衣柜里拿出几件换洗衣服，走到我面前时，江昭昭捂住听筒说：阿怀，阿姨现在情绪不稳定，她在这边不熟悉，我会过去照顾她几天，然后再回来，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比现在更隆重的求婚。我凝视着江昭昭紧张的表情，她是如此的真实，与她以往在我面前展现的各种表情相比，这张脸更显得真实。我轻声说出，尽管我的指尖深深陷入掌心，让我感到疼痛。我原本想问出口的质问和情绪化的发作，最终只化为一句话：江昭昭，我们分手吧。他突然停下脚步，按下手机静音。江昭昭转过身来，抱住了我。阿怀，别误会了，你放心，我和沈一之间并没有什么。这些年来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挚的，你难道感觉不到吗？我低头沉思，心中浮现出江昭昭与系统的交谈。系统，请帮我查看一下江怀对我的好感度是多少？还是99%？宿主。江昭昭听到系统的声音，确信我是在闹脾气。阿怀，别闹了，你好好待在家里，我会回来的。他转身离开了家门，当门被关上的瞬间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我虽然逐渐失去了对他的感觉，但系统显示我仍然有99%的好感。江昭昭的系统似乎出了点问题，躺在床上思绪纷乱，脑袋随着思绪开始疼痛，却突然想起了沈毅。沈毅和江昭昭是青梅竹马，但沈毅身体状况不佳，被家人送出国接受治疗几年，期间他一直在服用大量药物。这些日子我总是感觉身体状况变得不如以往，一吹凉风就会导致持续几天的高烧。这种情况让我不禁回忆起，在江昭昭向我求婚的前几个月，也就是在沈毅回国的那段时间里，我的身体状况变得越来越糟。我进行了无数次检查，但医生们都无法找出问题所在。想到这，我揉了揉微微发疼的脑袋，穿上外套走出门，驾车前往医院。当我挂上号码，脑袋中的疼痛变得更加剧烈。拿着号码走向诊室时，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让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。病房里，目光转向一旁，沈毅的脸色异常苍白，江昭昭则在一旁安慰着他。沈毅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刺耳，我的头真的好痛。昭昭，你不是说可以治好我的病吗？我只有你了，你不会放弃我，对吗？江昭昭的声音充满了温柔，但她说的话却让我感到深深的痛苦。阿姨，再坚持一下，我很快就能解决江怀的问题。到那时，受害的将是他，而不是你。相信我，阿姨，这些月你已经亲身体验了系统的强大，你的健康已经好转了许多。站在门外，我攥着好麻纸，感到强烈的恶心，不由自主地弯下腰去。我大口喘着气，全身似乎越来越痛。江昭昭渴望的并非沈毅拥有健康的身体，而是希望我替沈毅赴死。7年来，他真正追求的是我这条生命。我擦拭着眼角的泪水，强迫自己站了起来，一步步走出了病房。不需要检查，我已经知晓结局。我将手中的纸团扔进了垃圾桶。在剧烈疼痛的时候，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个念头：如果系统消失了，我会不会重新回到原本的生活状态，摆脱疼痛的折磨，拥有健康的身体，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呢？我疲惫不堪地走回家，窗外又开始飘起了雪，雪花飞舞，大得让我看不清窗外的景象。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江昭昭的系统出了问题，无论我如何提出分手，在他眼中也不过是胡闹罢了。既如此，单方面远离他成了我现在最好的选择。整理小物件时，我发现了我们的相册，翻开后记录着我们大学时代的点点滴滴。一张纸条从中掉落，我捡了起来。虽然纸条有些泛黄，但我仍能辨认出上面写着我的名字。未来，我期待与昭昭一同环游世界，让这本相册越来越丰富。凝视着这张纸条，我陷入沉思，最终拿起笔划掉了江昭昭的名字。起初从事兼职写作时，感到疲惫不堪，酸甜苦辣尽在其中，直到后来转为全职，生活才略有起色。然而，时光似乎在不知不觉间磨平了我心中的梦想。最初，我梦想着用文字记录我所见的世界，即使没有江昭昭，这个梦想仍旧存在，我能够实现。我提着行李箱步入酒店，找寻新房所需的一切也需要时间。我这段时间只能躲在酒店里。江昭昭给我打过几次电话，但我都拒绝接听。朋友在短短1周内帮我找到了房子，没有过多询问。在江昭昭离开时扶着沈毅的那天，他或许也有所了解。我依然延续着之前的生活方式，
只是改变了一些事情。我决定定期去医院体检，虽然我已经心知肚明结果会如何，但当我看到体检报告没有异常时，我还是松了一口气。我必须设法摆脱那个所谓的系统和江昭昭，但我不能放弃对自己身体的自救。当我在医院走廊浏览体检报告时，感受到身后一道难以忽视的目光，让我不禁背脊发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快步离开。江昭昭一把抓住了我，我转过头静静地看着她。10几天不见，江淮看上去憔悴了不少，凌乱的头发和眼下的淤青证明了他这几天过得不好。脑海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昭昭又开始询问系统我的好感度。我挑了挑眉，毫不意外地听到系统报出了99%这个数字。江昭昭松了口气，她走过来抱住我，我的鼻息里全是她身上的香水味。阿怀，我这几天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还有，为什么搬走？我默默地将她推开，目光转向她身后，沈毅的脸色苍白，犹如纸张般纤薄。当他看到我时，身形略显不稳。尽管我与沈毅第一次正式见面，但我从他的眼神中便感受到了毫不掩饰的敌意。江昭昭顺着我的目光看向沈毅，当他一露面，我立即走上前扶住他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明明告诉过你要躺着的。”沈毅扫了我一眼，眼中透露出一丝得意，顺势握住了江昭昭的手。没事，我只是想出来透透气，没想到怀哥也在这里。我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前方的两人。江昭昭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但他的目光却迅速落在我手上的报告上。阿怀，你生病了。江淮说这句话时有些犹豫，但我察觉到他眼底的慌乱。我心里觉得好笑，目光投向审视我的目光。我挑起嘴角一笑：“是啊，最近不舒服吗？头疼吗？”沈毅听到我的话，脸色虽依然苍白，却泛起了一丝红晕。昭昭略微迟疑了一下，干巴巴地问道：“检查结果如何？”我报告微笑着挥动，医生说我很健康。江昭昭脸色有些古怪，但仍然坚定地说道：“也许你最近太累了，没关系的。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我会去陪你。别生气了，搬回来吧，阿怀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”我冷漠地注视着他，掩饰着内心的反感。江昭昭，我们结束吧。江昭昭皱起眉头，凝视着我许久，最后深深地叹了口气：“阿怀，别再闹脾气了，好吗？我最近也很累，我觉得照顾沈毅好累。”他一开口就被我嘲讽。沈毅听到我的话后，立刻小声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怀哥，我只是在这里没有什么熟悉的朋友。如果你怀疑我和昭昭的关系，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让他照顾我了。”沈毅说着，气息渐渐不稳，最终依靠在江昭昭的肩膀上昏倒了。江昭昭焦急地呼唤了几声沈毅，立即搀扶着他去找医生。离开时，江昭昭转过头看着我说：“阿怀，不要让我对你失望，相信我，我会回来的。”我站在那里，头痛得更厉害了。我仔细思考了一下，或许我的头痛与沈医生何时发病有关。头部的剧痛让我蹲下身子，抱住头部。从上方传来一道声音，询问我是否还好。我冒着冷汗，艰难地抬起头，喉咙中拼尽全力挤出几个字：“救我！”当我醒来时，我已躺在医院病床上，头痛已消失。我坐起身，喝完了床边的水。就在这时，病房门被推开，一个女人走了进来。我醒来时感到有些迷茫，一股熟悉的声音打破了宁静。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对方，女人轻笑，坐在我身旁：“你刚才还说要我来救你。”昏迷前的记忆袭来，我注视着面前穿着正式打扮的女士，微微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抱歉，麻烦您了。”女性摇了摇头，抬头看了看手表，然后拿出一张名片：“这是我的名片，有时需要帮助的可以随时联系我。”在我离开病房的那一刻，她转身时眼神中透露出深意，盯了我一眼。医生说你这种情况并不常见，明明体检报告没有问题，但仍可能出现头疼等症状，建议你在医院多留几天进行观察。我微微点头，再次向那位女士表示感谢，然后目送她走出了病房。我看着手上的蓝白色名片，上面印着她的名字许念。这个名字很眼熟，但我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打开消息，发现是陈诚发来的。他问我最近心情怎么样，恢复了吗？我心领神会，知道他期待我继续更新新书。我这边或许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，新书可能要到下个月才能更新。对方发来一个 OK 的表情，然后便不再回复。我放下手机，将视线转向右侧的那张蓝白色名片。我注视着名片上的字迹，突然听到门口传来熟悉的呼喊声：“医生，医生！”我皱了皱眉，从病房门的玻璃望去，看到江昭昭紧张地拉着医生朝我旁边的病房走去。我苦笑了一下，真是冤家路窄，连病房都挨着。没有声张，我重新坐到床上，思考着接下来的应对之策。看来沈毅的痛苦会传递给我一部分，但大部分还是要由我来承担。江昭昭的系统又遇到了问题，导致我的好感度永远停留在99%。他的任务不会成功，也不会失败。我默默叹了口气，想要远离他似乎也不现实。谁知道他的系统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我听着隔壁传来的嘈杂声，头痛欲裂，索性拉过被子盖在头上，闭上眼睛入睡。有人曾告诉我，江昭昭看起来太完美，几乎和我对理想伴侣的想象完全吻合。我反驳他说，完美的事物并非不存在，而是每个人心中对完美的定义不同。江昭昭之所以让我感到完美，是因为她与我的价值观和品味相契合，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任何缺点或不足。我觉得江昭昭是完美的，但在梦中，她的形象逐渐被黑暗笼罩，让我感到恐惧，于是我惊醒。凌晨2点钟，我从床上坐起，月光透过窗户洒在被子上。医院里安静无声，我轻轻擦去脸上的汗水，起身准备出去呼吸新鲜空气。病房里的灯还亮着，沈毅似乎还没有入睡，突然传来一阵争吵的声音。我屏住呼吸，走进病房，沈毅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狂躁：“为什么一直如此？每次都是如此。你承诺过会治愈我的，但我的病情却持续恶化。你为何不能让你的系统提前兑现奖励呢？”江昭昭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，还带着一丝怒气：“沈毅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如果提前兑换奖励而未完成任务，我将会受到惩罚。我已经尽力了，
但这些天因为你的病，我无法继续任务。病房里弥漫着一种沉默，沈毅委屈的声音在其中响起：“昭昭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太疼了。其实即使提前兑现也没关系，对吗？你也说了，江淮这么爱你。”江昭昭没有回答，但屋内却传来脚步声。我匆忙躲进自己的病房，看着他离开了沈毅的房间，而房间里传来沈毅的怒吼：“为什么呢？明明说爱我，就应该为我做一切啊！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我真的生病了，我一定会变样的。那时候苏妍会不再爱我吗？我该怎么办？”